好，现在2个人大陆访问啊，一个是洪其昌洪其昌以前民进党立委，是海基会董事长啊，他率团访问北京，而且通常台湾人去大陆人都不太报道的，大陆官媒还给他报道，说他取得积极交流的成果那陆委会就说呢，要正向看待两岸民间健康的交流，洪其昌去是健康的交流那这个批马英九说马英九呢出席这个海峡论坛就是统战的平台这不是健康的交流，是被统战的所以呢，新北的国民党议员他叫做新蓝图连线，就批评这是不是双标吗？对不对？绿官去交流就可以那蓝营就不能够去点灯只准你放火，不准我点灯那另外呢，当然沈伯洋最近很出风头，他爸爸被说去赚大陆的钱赖清德呢就帮他开脱，说他爸爸没有不良的记录的贸易商，他就是一个贸易商。话又说回来，我们台商不会绝大部分都没有不良记录吗？有不良记录，大陆怎么做生意呢？那所以呢，国民党也说赖清德是双标，你就护航沈伯洋嘛，不惜自己打脸，要全党都挺中国熊，原来叫黑熊，现在变成中国熊，变成猫熊也不能够这个污名化猫熊跟黑熊那沈伯洋爸爸登记叫做他的公司叫中国台湾沈伯洋就呛说，又不是我们这样称的，是他叫我们这样称我们是被害人是被他矮化你干嘛谴责我们呢？你要谴责他那你不要去嘛。真的，就你可以不去，有人真的是这样我不要拿台胞证嘛，我就不去大陆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去怎样？不去会死不会对吧？你有骨气就不去就像台湾说，你说我不要赚红钱，你不要贸易嘛，我不要你怎么700亿、1000亿美金的这个外汇的这个顺差，我就是不要，我真的有骨气，我就不直接来支持。你要去，那时候你被矮化。王宏维说，民进党的全党都护沈伯洋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转移你污名化台商的这个做法了因为以前台商被他一直沈伯洋好像讲成这个都是卖台都是资助中共都帮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等等那好，沈伯洋现在被人家骂说是红孩儿赖清德呢是很高调的帮他去洗刷，但是民进党大部分人还是低调说多说不如不说算了。沈伯洋自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我们看一下。马习2会1年后，前总统马英九14号将在前往大陆交流，但其中一个行程海峡论坛却被行政院点名就是统战活动。海峡论坛呢，这是中共对台湾的统战的平台。那么马前总统在执政的时候呢，他为了防范这个统战的渗透，也定出了规范，禁止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来参加。去海峡论坛就是配合统战，行政院不惜搬出马时期的两岸规范，连陆委会也参战。我们现在的奉行的政策也是在他当国家元首的时候所制定的，他的出席本身就已经让我们陆委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自私立场。行政院是跌沟倒菜兜，那时候马总统的时候是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这个政府职务的人当然不能要随便去大陆嘛。这个其实是到现在都一样反击中央错误引用条文，因为马英九早已不具任何公职身份。我们台湾人有台湾人的自信我们有自由民主、言论自由，那你为什么会怕到大陆去会被统战？这个行政院应该要收回对马英九总统还有馆长的指控，要行政院撕掉统战标签。何况同一时间，民进党籍的新潮流大佬洪其昌这2天也率团到北京参访。附中交流，只要是主题明确，那在中国的交流一切符合法规，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尊重。两岸民间团体的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都是正向看待。洪其昌就是正向看待，那马英九跟馆长就是统战样板，我觉得这是精神错乱。孟华议员，其实陆委会他们一直以来的讲法就是对等的原则的话，两岸交流的话没有问题的。在问到不管是馆长或者是洪其昌的案子的时候，陆委会的讲法都这样。可是马英九这个案子海峡论坛呢，我觉得就是有点不一样了。那刚刚其实呢可以看到有讲到说，2009年那个时候呢，马英九担任总统的时候就认为说，海峡论坛它就是一个
中共刻意设计的统战平台，所以他说好，中央跟地方的官员不希望参加。那当然呢，大家说，可马英九他现在也不是任何的官员，这没有错。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马英九他的身份是前国家元首。你一个前国家元首的身份去出席一个中共刻意这样子营造的统战平台，这是一件 OK 的事情吗？我觉得大家自己有评断吧。如果你知道说这个平台去了，你就可能会被穿小鞋，可能会有很多就是例如说两岸一家亲，或是大家都是中国人等等，会被吃豆腐的言论的话，马英九他作为一个我们之前的国家元首到那边，这是我们大家想要看到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当然一码归一码吼。所以在我觉得交流这很方面呢，当然是各种的交流，如果是真的符合就是公平平等的原则的话呢，陆委会都 OK。可是如果这个相关的交流呢，是真的牵涉到说已经是一个刻意的样板了，还不是民进党政府时代说的，是国民党的那个时候的时代就已经在说的，是一直以来延续的政策。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马英九前总统还执意要去的话，我觉得这是样子还是必须要多来考虑。这个对于马英九哈，我本来对于马英九出席海峡论坛，我也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必要哈。可是呢，恰恰是因为陆委会的批评，还有洪其昌的这出席到大陆去，这两相对照之下呢，就会显得陆委会非常的可笑哈。第一个，本来嘛，他这个马英九在执政时期的时候，他说中央的那些官员不要去。他现在他不但是卸任的这个总统，他已经是卸任了，我们的礼遇只有8年了，他已经超过8年以上了哈，所以说他现在他就是一个有着中华民国前总统身份的民间人士罢了哈。你认不认同他这个时间点上呢去出席海峡论坛？我是反对的啦哈。可是呢，陆委会呢特别没有资格讲这样子的话。他就是一个民间人士啊，去那里啊，而且呢，要说统战样板的话，其实洪其昌才是统战样板呢，是新华社大家知道新华社是什么吗？新华社是党媒中的党媒这个习近平发的稿子，习近平的新闻，各个中共的这些媒体。他们都要新华社发了稿子之后，他们才能够用的，才能够照着新华社的稿子去，不管是人民日报啦，或是央视也好，要照着新华社的稿子去来读的，宣读的。新华社怎么讲？洪其昌他说，这个洪其昌呢，以台湾产经研社理事长的身份，就是去交流哈。然后呢，该交流团深入了解大陆生技产业发展情况及政策法规，探讨两岸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机遇，取得积极交流成果。新华社发稿，洪其昌再怎么样哈，他就是呢新潮流里面呢四个大佬，邱毅人、吴乃仁、洪其昌、林浊水。他们就是新潮流的创流的最重要的人物啊。虽然说呢，洪其昌呢到后来，因为他在有关于主张两岸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发展的那个道路，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新潮流是有点背道而驰了哈。所以他就被新潮流里面的一个智库把他除去会员资格了。但是他并没有除去他的党籍呀，他没有退党吧？洪其昌没有退党啊。然后呢，洪其昌也没有判流啊。他新潮流这样子的处理，只是要让新潮流呢，在应对两岸事务上面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转圜空间罢了。邱毅人也去过大陆，新潮流很多的要角也去过大陆，哈，就是新潮流的要角，在他们可以去大陆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要鼓励这个两岸呢健康有序的往来。他当时没有用健康有序啊。等到现在呢，新潮流的赖清德当家了之后呢，他就开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就打所有的人。最可笑的就是赖清德去帮这个沈伯洋的爸爸这边擦脂抹粉。沈伯洋是什么人啊？沈伯洋到底是民进党的什么人啊？他是因为是有美国的。拿了美国人的钱，是在美国背后支撑他，所以你一并的连他爸爸你们都要这样子挺吗？莫名其妙到了极点嘛！今天这个赖清德政府，包括从赖清德到陆委会，这些人脑筋错乱，双标到一个极致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有什么资格去说马英九是样板呢？
你们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双标，你们从来没有一句话批评过曹兴诚这个霸总。好，他现在不是霸团的霸总吗？当初曹兴诚的何健偷跑到大陆去，然后后来的曹兴诚在大陆呢大做古董生意，然后还可以有这么红粉知己的这样子来往，然后翻脸呢。以前呢，高喊着这个中华民国是要来去推销他的统一公投，今天呢翻脸不认人，然后现在说什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中共同路人，徐巧芯要枪毙，那你们怎么都不对他说一句话呢？莫名其妙的是赖清德嘛。休息了再回来。馆长这几天到大陆去，到上海了，哦，网络上呢好像还蛮多人看哈。那他去看四行仓库了哈，四行仓库那时候什么800什么壮士，800壮士啊，800壮士们都有演的啊。这个反正啊，那个时候这个四行仓库变成一个历史景点嘛，电影还拍过哈。然后呢，他说他能够理解大陆军力现在提高了哦。换句话说，因为四行仓库是日本人打得很守得很惨烈了哈。那他说他也当过3年半的这个特种兵吧，也写过遗书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陈水扁当总统，那两岸很紧张哈，所以也写过遗书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现在上海被抹黑叫做造假之旅，讲的都是假的啊，所以馆长说让大陆朋友见识台湾的假新闻、假消息的威力哦，你可以看看说台湾说这都是假的啊。那另外呢，这个他赞美大陆有送餐机器人，因为大陆机器人发展还不错哈。反问台湾有吗？有送餐机器人吗？啊，有些机器人是可以点餐的啊，你上面点出来，你点一下哈。那将来机器人会不会大陆甚至几年以前就有机器人还会炒菜？机器人会炒菜，不比较简单的菜，比如炒饭，打几个蛋，怎么放一点葱啊？几年以前我记得在世博的时候我去看过，它就有机器人可以炒饭啊。那多少年了？20年有没有？那时候就有炒饭啊。那他说台湾有没有？大陆网络说啊，你是乡巴佬进城哦，这什么了不起？不是早就有了吗？机器人炒饭有什么？机器人这个送餐有什么啊？那另外呢，这个馆长上海直播说呢，这个不禁止翻墙啊，就是其实大陆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要就翻墙看啊？那陆委会建议他说：“那你你这刚去，你搞不清楚大陆，你久住一点哈，久住大陆就了解真实的样态了哈。”这样讲好了哈，说大陆有些地方的确啊，比如言论啊各方面的自由没有台湾自由，这个大家都知道，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嘛，它体制是那个样子嘛。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主义的体制嘛，啊，所以各有不同的制度了。哦，他的不喜欢的，我想台湾很多人也不喜欢嘛。但是呢，它的好的地方，它建设的成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它的大坝各种东西的这个建设，你不能否认了。我觉得知己知彼，它有它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它有它的短处，我们有我们的短处。但你一昧的就否定它，都不行，都不行，这样不是这个样子啊！它不行，那美国还把它当成第一号敌人呢，那不行，美国干嘛把它当成第一号敌人？哦，所以从这边就是说，但你这又离它这么近。他到底怎么样？真实的情况你要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就很怕他做统战，去就被统战。那你要他来啊？那你就不统战他呢？如果你的制度比他好，你对自己有信心，这点是他怕你，不是你怕他，这点我一直不解啊。你怕他什么东西呢？好吧，这个叫馆长久住在大陆，你就知道了哈。那馆长说这个陆委会很奇怪，他每天都搞我嘞。干脆陆委会改名叫馆长会好了，整天都在讲我，叫馆长会，不要陆委会了哈。好吧，那他在上海呢，馆长跟汪小菲合体了 YT 直播哈，然后最高有40万人同时在线，这真的很多，40万人同时在线很多的哈。那他的斗内也不少啊 ，YT 还要分给他广告的分红啊，所以呢，这个他开直播啊，所以画面突然中断，进了广告。不好意思，因为人家广告还是要进广告，不能说不进广告啊，你要赚广告费，只有进广告啊哈。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说是大陆给他直播的特许，反正谁能直播呢？馆长就是说超没水准，这个也要掰哦。他说呢，这个你眼睛瞎啊？哦，这个我看到很多外国人都拿着手机在开直播拍影片啊，你都看不到啊。哦，那陆委会的意思说，他们去上海沿路拍影片、直播也好，都是非法的、特许的，听他在放叉啊。
他说超没水准啊，他说因为他第二天讲，他在某个地方拍被警察赶哦，因为台湾的绿营网友说一定是官员陪他，意思就是把他保驾起来软禁起来。他说什么连警察都跟我讲这边不能拍，这边不能拍，离开啊！所以呢，基本上啊，台湾现在有一点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变成有这样的味道了。反正什么蒙着眼睛通通不看啊，反正你只要讲怎么样，就是你就抹红你哦。这个林左水也被抹红了哦，这个馆长也被抹红了哈。我看呢，将来呢，这个谢长廷、陈水扁都会被抹红。我们看一下。那您对馆长这次来上海协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非常好啊，两岸一家亲，然后大家互相了解。12号晚间到自家四川菜餐厅，大陆富商汪小菲宴请到访上海的网红馆长陈之汉。现在大陆很开放，一直都很开放，他们很开放，一直都很开放，对，一直都很开放。就是比如说，这是台湾人对他的东西。两人碰面，是经整形医师李进良牵线介绍，这个大型直播现场吸引不少抖内。谢谢总召，国民党总召，谢谢巧芯，谢谢抖内的所有观众朋友，庆祝43万，又新高了。很兴奋，是因为这刷新了台湾 YouTube 直播同时在线人数历史记录，最高人数达到45万人。馆长11号晚间在饭店叫外送，同样大开眼界。来，还会叫你看一下人家中国现在做到什么地步，看一下，在台湾有吗？结果影片曝光后，台湾网友纷纷吐槽，几年前开始，台湾早就出现无人旅馆、机械手臂会搬行李，还有机器人送餐。不少网友批评馆长对大陆无限吹捧，有点太过头。我可以建议馆长能够在那边久住，那多看看，多了解。那小牛，这现在还有媒体要说这叫造假之旅，是要继续坚持说中国大陆的厕所都没有门，还是说他们高铁都没有靠背嘛？因为馆长出发前一阵，我刚好去上他的直播，他有特别讲，我就是故意要去讲那个厕所有没有门，我就是故意要去看高铁有没有靠背，因为他都觉得这个是很荒唐。其实大部分正常人，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眼睛，然后多方的吸取平衡的知识跟增广见闻的话，大家可以理解中国大陆虽然它的体制上它当然是集权的嘛，它当然是独裁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社会上，不管是基础建设或它平常的社会，其实该进步的地方有它厉害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大家不要去资讯偏食，应该要有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勇气。我真的觉得照理来讲，本来以中华民国以台湾人的视角，我们应该是最能够各方都接受的。就我们既有西方的民主体制，然后又有华人这样的一个血缘，你当然是可以立足世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竟然要想，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可以重新认识世界，我觉得这是挺荒唐的一件事情。回到两岸的角度来讲，两岸其实本来就是制度之争，我非常认同主持人的一个看法。台湾呢有优势，但我们就是相信民主制度才是可长可久的好的制度嘛，才是能够确保更多人民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如果搞到最后是我们自己的社会被撕裂，然后连踏出去的勇气都没有，甚至要以国安为名，用各种手段去钳制人民看、听或者是讨论的权利的话，那我们不但没有增广见闻，你反而限缩了我们自己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跟自由的人权。有必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吗？接受一下人家不同资讯的刺激，不要做个资讯偏食的人，有这么困难吗？我觉得，即便现在也许民进党政府很担心这件事情啊，甚至这个梁文杰大概都不希望馆长回来，叫他干脆常驻。但我想，这个他是挡不住的，因为你以这几天的直播流量来看，这个馆长的这个中国大陆之旅，确实是吸引了非常多的目光，大概也会导引越来越多人重新认识中国大陆。就基本上我真的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们这么没有信心。对啊，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呐。虽然大陆有它的进步的地方这个公路、铁路我们开得很好，但台湾人去看完之后还是回台湾啊。我们还是喜欢住在台湾这个地方啊。我不要讲我们了，老兵好不好？我那时候看老兵是很年轻20岁、18、19就很多就被抓去当兵，一辈子保家卫国。然后呢，到老了那时候开放大陆探亲了。很多老兵就是孤家寡人一个月领那么一点点的那个退休金，他们很多人到了回大陆还都回台湾了嘛，真的愿意留在大陆很少，大部分还回来这边住在荣家什么一大堆嘛。为什么？这是你习惯嘛，这已经变成你的家了嘛，你为什么那么担心呢？如果连以前那些老兵到了大陆都愿意这个回台湾，你担心台湾2300人，你自己对自己太没有信心，我真的不懂，你怕什么东西呢？你有什么好怕的呢？要对自己有信心才对嘛。来，院长，这个我们讲的管理学上垂直法则啊，
就如果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就是抗中保台的话，你看到所有问题都是钉子，跟打地鼠一样啊，就锤子法则。因为你只会这一招的话，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钉子。所以信不信心，其实从管理学去看呢，就是卡尔·帕珀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个开放社会大开大合的话，其实多交流、多往来、多了解，就可以降低误解、误判、冲突、紧张就会降低，它变成良性的循环。最怕的就是你产生所谓的茧房效应啊，用同温层面让外面的资讯进不来，那要进行偏见动员跟仇恨动员，除非它是有政治目的，否则没有不开放这件事情了啊。所以，例如像博洋兄啊，他是我离开我原来服务的单位之后才进去的晚辈。你要知道红孩儿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啊，他跟牛有关系啊。红孩儿的爸爸姓牛啊，叫牛魔王啊，妈妈是铁扇公主啊。红孩儿又叫圣婴大王啊，他是一个具有野性美，我觉得他头发其实很像啊。然后呢，是对于很多世俗呢离经叛道了。那博洋兄确实是，不过我还是因为从学校来，我还是奉劝一句啦，就是学校的规矩，有时候你回到校园之后，它还是有一些大家有一些标准在检查。例如江宜樺在2014年11月31号，他们就写反对江宜樺先生返回台大政治系教书，一下就5600多个联署啊，后来系面根本不敢审，所以江宜樺后来就到别的地方，到香港城市大学去教书了。但陈耀祥呢？是我当时认识的人，我聘进来的之一的，我是委员之一的。当时他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当这个主委以后，完全变，把昨天关掉，变了一个人。但是他已经回到台北大学教书了，所以这2天大学在放榜，大家看哪个学校比较好？其实台大跟台北大学都好啊。台大讲理性、讲科学、讲客观、讲人伦的标准；台北大学呢讲温情、讲人性啊。你只要对了，政治正确了，一切都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这样博洋兄这样回大学应该没问题。可是我觉得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学生啊？双标这么严重啊！所以我现在 ChatGPT 很方便，所以我就问说，现在台湾这个处境啊，双标这么严重哦。刚刚来宾讲一码归一码，我就把它书写一码归一码哦，政治正确，然后怎么才能够吃香喝辣？这一人得道，怎么才能够鸡犬升天？想要升天，要先做鸡犬啊！你知道？他这样给我输这个样子，我只是输我的感慨而已。他这样输这幅图，这不是我画的，我没那么厉害。他告诉你 ，William 要拍马屁 ，William 是谁 ？William 赖清德，赖威廉 ，Liking 那个 Clinton 也叫 William， 但他们叫 Bill， 简称 Bill。所以当希拉里告诉他 William 的时候，就是准备修理你的时候，所以 William 他是很郑重其事的 William 啊，先拍马屁先拍马屁。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酬庸，一个拿高铁，一个拿这个大使馆大使馆的地方。然后这边呢是一罐绿油精啊，这个吃香喝辣。旁边这些在旁边做熟辣的时候，什么世道啊？我说现在连电脑都知道是什么世道，他都知道去分辨。更何况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所以我觉得老几个好像他们听了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馆长一下，馆长也当然有他优点在呢。馆长当然是因为流量很大啊，博洋兄也是啊，造就了网红。在网络上非常流行的一段话，就是古人死来以后醒来啊，如果复活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讲的就是陈之汉。陈之汉醒过来第一件事讲说，我什么时候开健身房了？没有啊，但是他开了。李白醒过来以后，我就告诉大家说，谁告诉你我的诗写的是低头吃便当？没这回事。贝多芬醒过来说，为什么我的音乐在你们台北变成垃圾车的配乐？这里非常非常的多了。但是我讲这个铁打流防流水的兵了，现在自媒体每一个人呢都有15分钟啊，在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不论是博洋兄或者是馆长，好好利用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对台湾的社会对两岸多做点贡献。至少台湾打不起仗，也不愿意打仗，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马英九去，我觉得不论喜不喜欢他，他至少去了做这个和平的事情。和平啊，没有输家，战争没有赢家。我上过馆长在林口里面2次节目了哦。那上节目之前他都给我吃他的便当，便当还不错，很好吃啊。他原来大家认为他印象是个支持绿的嘛，馆长原来不是支持绿的吗？虽然讲话都很粗野，但都骂蓝的啊，骂国民党啊，都支持绿的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就他一定也是看了嘛，比较以后你就知道嘛，搞了个半天，这社会这么乱，两岸这么紧张，对不对？然后呢，
能不能以和平为重，两岸这个不要这么紧张，然后台湾能够不要这样子搞成内部这么乱，斗争、罢免，他一定也心有所感。其实绿营的人心有所感，不只是馆长嘛，有些人不敢讲，有些人就要讲一讲一些长亭啊、林左水就马上被变成共产党了，变成中共同路人，可以这样子吗？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呢？休息再回来。